最近你有没有被纠正说不能再使用武汉肺炎这4个字，不然就是歧视呢？很多人被纠正的时候都会说好的中国武汉肺炎来回击，他们坚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武汉肺炎的命名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前几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哦？台湾的汉堡王粉专前阵子呢有个贴文，里面写了武汉肺炎这几个字。几天之后呢，中国汉堡王就在微博发出道歉声明，而台湾的汉堡王呢也跟着下架了案发贴文。其他贴文里面的武汉肺炎呢，也全都被改成了新冠肺炎。那这样的场景最近1-2个月真的蛮常发生的。大概是从2月开始呢，我们频道上面制作的每一集节目，只要有提到武汉肺炎4个字的呢，都会引来许多观众朋友的留言指责说，请不要再叫武汉肺炎了，你们这样是歧视。我建议不要用武汉肺炎这种说法，用新冠肺炎，武汉人民是无辜的。这一切的声浪呢，差不多是从2月8日开始的。当天，中国官方自行宣布要把武汉肺炎正式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呢简称 NCP， 而中文呢则简称为新冠肺炎。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呢，我相信大家就越来越常看到很多类似的提醒啊，或是纠正，而这些纠正呢，常常也会演变成吵架。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想法呢？我们先来看看那些认为使用武汉肺炎就是歧视的人们呢，在想些什么？他们常常会指出以前有很多的疾病都曾因为命名的关系遭受到不必要的歧视啊，或是差别待遇。例如2013年的 MERS 呢，全名是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那之所以这样子命名呢，是因为当时的病例大多都集中在西亚地区的国家。那随后呢，就引来了当地各国的抗议，认为这个名字呢，影响到了当地的旅游还有贸易的活动。那因为 MERS 这个例子呢，2015年 WHO 就提出了一个对于疾病命名的建议，认为我们不应该以人啦、文化啊、地区或是特定的国家来当做疾病名称。那照着这样子的原则呢，今年2月11日 WHO 就正式的把武汉肺炎命名为 COVID-19， 中文呢叫做2019冠状病毒病。因此呢，不少人就认为既然 WHO 已经给了一个正式的名称，大家就应该要改用这个，而不是继续使用武汉肺炎这种可能会对武汉人带来2度伤害的名字。但面对这样的指控呢，继续使用武汉肺炎的人也是有些话想说的。在这样的指责歧视的声浪中呢，包含了我们的总统啊、疫情指挥中心啊，还有不少的媒体，例如我们频道本身，在传递防疫相关资讯的时候呢，大多都还是保留了武汉肺炎这样子的称呼。这主要呢是有2个原因的。第一个是武汉肺炎这个名字它是自然形成的。早在我们1月8日的新闻回顾中呢，就有提到，在中国武汉爆发了不明的肺炎。那个时候所有的媒体都是这样称呼的，也没有太多人的质疑说，这是不是有歧视的问题？因为不管是当时的中国或者是台湾，大家在使用武汉肺炎这4个字的时候呢，都是属于描述事件的一个中性用语，并没有太多额外的指涉。而台湾官方呢，也在疫情蔓延之前，就在1月15日时呢，已经宣布将这个疾病正式命名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不过在 WHO 给出了正式命名的 COVID-19 之后呢，疫情指挥中心也在2月12日表示，为了接轨国际的资讯，我们也会把 COVID-19 当成是这个疾病的正式名称。不过简称的部分呢，还是叫做武汉肺炎。指挥中心的理由是，大家还是比较熟悉武汉肺炎的叫法，不然很多民众如果看到其他的名称，不知道是在说什么的话呢，并不利于防疫。当时这样的说法呢，台湾大部分人好像都还蛮能理解的，毕竟无论是 COVID-19 或者是新冠肺炎，都还算是比较陌生的称呼。在这1个多月来呢，中国官方越来越加强他们推广新冠肺炎的力道，甚至抨击使用武汉肺炎的人呢，是在搞意识形态的斗争。因此，不少台湾的媒体啊，还有国际媒体的中文版呢，都选择跟上中国官方的脚步，使用新冠肺炎。那随着时间渐渐的累积，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说，现在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新冠肺炎了吧？那就不该再使用武汉肺炎这种带有歧视意味的名字。不过这样的质疑或提倡呢，却反而引起了比过去更强烈的反弹。很多人还是非常的坚持要使用武汉肺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观察到可能有2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不喜欢这种倡议者的态度，第二个呢是不喜欢新冠肺炎的命名逻辑。
首先是态度的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最早不管是中国或是台湾使用的都是武汉肺炎这样的称呼，因为这是整起疫情最初爆发的地方，是自然形成的命名方式。但是那些急着指控武汉肺炎是歧视的倡议者呢，却好像总是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个点，直接上纲到只要用了武汉肺炎这4个字呢，就是想要歧视。而这样的倡议态度呢，能不能降低歧视还很难说，但会增加对立却是非常肯定的。因为在台湾有许多人对武汉以及武汉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成见，现在只是因为说了一个疾病的简称就要被扣帽子说是歧视，难免会让他们觉得莫名其妙。而当然也有许多人呢，单纯就是对那种纠察队类型的纠正方式感到不满，所以呢就硬是要呛声说好的武汉肺炎。这确实呢是一种报复或者是情绪抒发的感觉。不过这样的情绪呢，可能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因为对台湾人来说，我们长久以来呢，几乎随时都得承受着中国的武力威胁，在外交主权或是民生的议题上面，也总是不断的遭到打压与刁难。那相关的例子，我相信大家应该信手拈来呢，就一堆我这边也就不太多说了。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大家就会觉得，只是叫个武汉肺炎，不说我有没有想要歧视你的问题，会不会真的带来什么伤害，也还没有人能够证明。结果有人却直接指责说，这是在带头的歧视打压中国。这种呢，跟日常经验反差很大、非常不对等的感觉呢，就让很多人觉得很不是滋味。有些人呢，就会想要反击，你这么有正义感呢，怎么不去叫中国不要欺负台湾？而且呢，当大家过去在叫香港脚日本脑炎 MERS 的时候呢，这些倡议者也没有出来呼吁证明，很显然的呢，就是一种双重标准。而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中国官方现在这种强硬的态度呢，并没有让大家看到一个大国的气度，只感觉呢，他们好像想要再度利用自身的权力来干预，甚至是控制别人的欲望而已。第二个很多人继续使用武汉肺炎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大家并不喜欢新冠肺炎的命名逻辑。虽然中国官方命名为新冠肺炎，但很多人就认为那是中国的做法，不代表台湾就必须要照着做。况且就像前面提到的，在 WHO 正式命名为 COVID-19 之后呢，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呢，也都有在相关的资讯公布上面使用这个名称，然后附注俗称武汉肺炎，并没有要刻意挑战 WHO 的原则。而另外呢，不少人觉得新冠肺炎这个命名方式有点奇怪，因为如果它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所以称它为新冠肺炎。那之后再有新的病毒，又该怎么称呼呢？是要叫做新冠肺炎吗？还是新冠肺炎 Z 或者新冠肺炎 GT 之类的呢？另外呢，也有人觉得使用武汉肺炎这样子的名字呢，不仅没有歧视，可能还有着正面的意涵。例如歌手黄明志呢，前天的影片就有提到，武汉肺炎这样的称呼不是歧视，而是一种警示，是让未来的人在学习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能够以一种很敬畏的心，了解当时疾病发生的历史背景，并且知道当时有许多的人很努力的对着这样子的疾病做出对抗。而此外呢，还有一种观点是，从 SARS 到这一次的 COVID-19， 中国都使用了非典型或者是新型这种没有明确指向的命名方式，并搭配某些媒体发起了舆论宣传战，让人感觉有点怪怪的。像最近呢，就有人发现中国正在篡改2月以前所有提到武汉肺炎的相关报道，或是一直借由各种方式放话，提到病毒的起源呢，可能是来自于意大利或是美国，甚至是告诉全世界我们应该要感谢中国。这种种种呢，都让人觉得中国官方强烈的要求不能使用武汉肺炎，其实目的并不只是反对潜在的歧视问题而已，可能隐含着更强的政治动机，例如想要淡化或者是规避掉自己当初掩盖消息造成疫情蔓延的责任，甚至是借由篡改历史呢，让后世的人忘记这整件事情。我们观察到，不管动机或是背景是怎样，有些人使用武汉肺炎这4个字的时候呢，确实是带有恶意，甚至是想要让别人不开心的。我们并不鼓励这样的恶意，但同样的呢，我们也不鼓励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只要看到武汉肺炎这4个字就直接扣一个歧视帽子的人。这样的沟通方式呢，只会带来无限循环的负面效果而已。每次做这种立场对立的影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观察到，大部分的时候呢，这些冲突之所以很难解开，除了有人在煽风点火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彼此并没有真正理解对方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在意什么，生气什么，只顾着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意见。就像是前面提到的，我们可以理解有些急着呼吁别人不要使用武汉肺炎的人，他们的初衷呢，可能是希望去除可能的歧视，但新冠肺炎这样子的名字呢，也确实有抹去历史痕迹的风险。
而另外，我们自己超能够理解被人强硬纠正不爽，可是动不动就拿香港脚啊、日本脑炎、MERS 这些疾病的名称来救援，凸显对方双重标准的做法呢，也不会因此就减少了武汉肺炎这个名字确实可能带来的歧视问题。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觉得，不管大家要用什么样子的名字，都要想办法避免这个名字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说，使用武汉肺炎的人呢，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不应该要对武汉人有差别待遇的行为。有人因此歧视武汉人的时候呢，你要帮忙制止。使用新冠肺炎的时候呢，也应该要提醒大家谨记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犯下同样的错误。比起扣帽子啊、去脉络化或者情绪化的粗暴沟通，如果大家都能够保有这种比较细腻的态度，也许我们就更有机会能够再度的避免同样的悲剧发生。我想这样子呢，才不会让武汉当地的居民或是其他因为疫情受苦的人们白白牺牲了吧。好的，那今天的这里呢，就直接来调查大家的想法。看完这一之后呢，未来你跟朋友聊到疫情的时候，会用哪一个名字呢？ A. 武汉肺炎，我觉得听得懂最重要，而且我没有在歧视。B. 新冠肺炎，因为我觉得叫武汉肺炎呢，真的有歧视的疑虑。C. 我会直接讲 COVID-19。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使用武汉肺炎就是在歧视吗？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男生不能扫女厕是性别歧视吗？以及同性婚姻专法是歧视吗？这两篇讨论歧视议题的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拜拜。